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，一个在自媒体江湖摸爬滚打了这些年的视频博主。今天呀，想和大家聊聊一个特别沉重又充满力量的话题。毛毯厂的妈妈们，那群把孩子当成心尖尖，一路披荆斩棘，陪着孩子逆天改命的妈妈们。还记得我第一次踏上毛毯厂的土地，那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本活生生的励志大片，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紧张又充满希望的味道。你瞧那街边的旗袍店，绿的像希望的嫩芽，黄的如丰收的麦穗，它们默默挂在那里，诉说着无数妈妈的期盼。高考第一天穿绿，寓意着一路绿灯；最后一天穿黄，象征着一路辉煌。每当高考的号角吹响，那些妈妈们，她们就像战场上的将军，眼神里带着坚毅，目送着孩子们登上那辆尾号666的大巴车。据说啊，这车通常都得是属马的司机来开，家里还温着热腾腾的糕和粽子，那都是步步高升、一举高中的美好祝愿。每个细节都渗透着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深情。你们知道吗？毛毯厂中学被誉为老百姓孩子上大学的阶梯，它的魅力有多大？全国各地天南地北的孩子们，还有他们身后的家长，就像候鸟一样，年复一年的飞向这里。爸爸们在外打工挣钱，而妈妈们足足有12000人在这里陪伴着他们的孩子。他们大多来自最底层的农村，就像那默默无闻的土地，无私奉献着。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作，没有自己的空间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在别人眼里都变成了某某妈。他们就像这座小镇的脉搏，昼夜不停地跳动着，一切的一切都紧紧围绕着高考和孩子。我看到这些妈妈，心里常常酸涩不已。多少人只看到了他们的付出，却鲜少有人去探究那份付出背后隐藏着多少委屈和心酸。人们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，这不过是一个女人，一个母亲应该做的。听着这话，我常常会想，为什么应该这个词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锁住了多少女性的自由和自我。我就认识一位陪读妈妈，少华姐，她是我心中的女英雄。2013年，当她35岁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居无定所的打工生活，带着刚上初中的儿子一头扎进了毛毯厂。当时她告诉我，她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希望儿子能好好读书，别再像他们这代人一样过着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。少华姐这些年，她的身份就像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，从家庭主妇到工厂妹，再到小卖铺老板，甚至还做过保险业务员。唯一没放下的就是陪读妈妈这个身份。后来她开始帮助那些家长无暇陪读的孩子，承担起托管的责任。12年过去了，她竟然成了700多个孩子的少妈妈。听起来她好像又回到了那种围着孩子团团转的日子。可少华姐却告诉我，她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她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高考那些事儿她也一窍不通，但这些年她开始学着用事业去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。她跟我说，她首先是她自己，那是传统意义上买菜做饭照顾老公孩子之外更重要的事情。这句话像一颗石子，在我心里激起了阵阵涟漪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少华姐的一段口述，那真是句句扎心，又句句充满力量。少华姐说，从我到毛毯厂做陪读妈妈开始，到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。之前我只想着毛毯厂是一个让我们农村孩子读书的好地方。你看毛毯厂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，往上数3代都是农民的孩子，在这里读书，高考是他们走出大山的唯一机会。所以我们这边很多人对毛毯厂那都是敬仰的不得了，就像是朝圣一样。我的老家离毛毯厂很近，我们那个年代没什么文化，初中都没毕业，只能出门打零工，日子过得那是颠沛流离。我真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走我的人生路，我希望他能好好读书，考上一个好的大学，走出我们这片土地。那时候我们没什么文化，
就像没有根的浮萍，初中都没毕业，只能打一些零工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也没有固定的地方。儿子平均1年就要转1次学，小学6年差不多上过5所学校。我们都觉得这样对孩子影响肯定很大，全家一合计就决定回来了。那时候家里压力确实挺大的。2010年我生了场病，后来就没上班了。为了回来买房，我们借了好几十万，但为了孩子，我们想着再苦再累也要扛。家里有2个房间，租出去可以收点房租，我自己再打点零工，勉强维持我和儿子的开销。老公则在外面挣钱还账。刚来毛毯厂的第1年，那真是人生地不熟，就像一棵被拔出根的树，不知道每天能干啥，也没有梦想，就有一种从天亮盼着天黑的感觉，心里特别迷茫。可我这个人吧，天生就有点闲不住，一开始就是打零工，这里的服装厂多，我就领一些衣服回来加工。后来在一位姐姐的建议下，我搞了个小卖部，刚开始只卖孩子们喝的矿泉水和方便面，后来因为附近有个工地，我就开始卖大米、卖啤酒、卖工具，一下就感觉自己有个事儿做了，也能体现一点价值了。我并不是一个人纯粹在这里闲着，好像也找到了一点生活的方向，心里那片迷茫的荒地也渐渐长出了绿意。再后来，我又去了保险公司做业务员，培训的时候，看到一些50、60岁的老阿姨讲自己年薪100万，我当时的心情就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原来女性还可以这样，我感觉我的思维好像彻底改变了。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，我一样可以拥有职场，一样可以在别人面前体现我的价值、我的能力。我慢慢就有了一种冲动，我也想有自己的梦想，也想干一件事情，让自己的生命像盛开的花朵一样绚烂。那个时候我刚入职场，感觉整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有时在家拖地，我都要听一些学习资料，感觉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我之前都把老公和孩子放在第一位，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烧饭、洗衣服，把他们照顾好，从来没有想过以事业为中心。但做了业务以后，我开始把工作放在首位，就像一个战士，勇往直前。当时我在业务方面做得非常好，可家里还有5、6个孩子，有我自己的，也有帮别人带的。我心里也纠结过，要不要放弃事业，安心在家带孩子。当时我们公司的管理人员就跟我讲，你的业务这么好，可以请个阿姨帮你带孩子啊，你出去挣钱，然后给他付工资，不也一样吗？听了他的话，我心里豁然开朗，就像拨开云雾见到了阳光。就这样，我坚持了4年时间，到2019年，我儿子高中毕业了。当时我还是想放弃带孩子，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找到我，这让我觉得，原来帮人家带孩子也是一种价值，就像一片沃土，能滋养出无数希望。我想儿子毕业了，我也没有啥牵绊的了，要做就把规模做大，所以我就去租了20几间房子，和一个老乡一起做了陪读妈妈，我的事业也因此开枝散叶。我听少华姐讲这些的时候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的一生就像是无数底层女性的缩影，她们默默付出，却常常被社会忽视。在我们毛毯厂镇上，估计有1万2、3的陪读妈妈，陪读爸爸很少。我老公平时也不回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，因为大家会衡量谁能为家庭创造更高的价值，这样的人会留在家里打工，而价值少一点的人则会选择来陪读。我们很多陪读妈妈都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，大部分女性的观念都是那种奉献型的，不像大城市职场里的女性可以追求自我。很多女性其实很少有自我，她们就像燃烧的蜡烛，只为家庭、为孩子、为老公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她们奉献了自己，不会去想自己要成长，为自己考虑什么的。包括我以前也是，很多人以为陪读可能就是洗洗衣服、做做饭，其实陪读是很辛苦的，
那不是简单的做家务，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毛毯厂的人群很单一，学生占一半，剩下的人里陪读家长占3/4，还有1/4是本镇居民、做生意的和学校教职工。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学校在生存，包括时间。孩子上学早，放学晚，整个时间都是碎片化的，你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所有的生活节点都要围着孩子转。孩子6点起床，我们5点，最晚5点半就得起床。晚上要等孩子全部都回到房间安静了，才可以出门休息，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。而且孩子学业压力也很大，他们有的时候自己焦虑，就会向陪读妈妈去发泄，就像火山喷发一样，家长也觉得很委屈，可又能向谁去说呢？如果是理解的老公还好一点，不理解的就会说，你又不上班，天天就带个孩子，怎么还这么矫情？这话就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在妈妈们的心上。虽然大部分的家长已经有所改变了，但还有很多人认为陪读带孩子在家烧饭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，只有你有一份工作，有一份收入，才能体现你的价值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一些陪读妈妈在伸手向老公要钱的时候会被说3道4，那种滋味就像吞了黄连一样苦涩。很多家庭为了培养孩子，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，就像把全部身家都压在孩子身上。但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富裕，通常来说，这边1年的花销是普通农民工差不多1年的收入。大环境好的话，爸爸在工地上干活挣1年的钱，就可以养活学生和陪读妈妈。所以可能一个父亲在外面打工已经很吃力了，就容易感觉钱怎么又没有了，那种压力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。如果陪读妈妈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和理解，其实是很委屈、很压抑的。这种痛苦没有人去倾诉，没有地方宣泄，有的时候就会抑郁，就像被无形的大手紧紧扼住，喘不过气来。有的妈妈还好，陪读的同时学家政，等孩子毕业了，就出去找个家政公司上班，就像找到了新的港湾。也有的妈妈回家之后，又跟着老公去工地上干一些活，但特别是从小学、初中就一直陪着的妈妈，很多陪完就迷茫了，就像一艘失去了方向的船，不知道该驶向何方。这是陪读妈妈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。孩子陪毕业了，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，这么多年陪着孩子与社会的接触很少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再重返职场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了，真的很多家长都不习惯，就像被时代抛弃了一样。说的难听点，很多人依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性，最大的作用就是成为妈妈，照顾孩子。现在孩子突然不能照顾，感觉不被需要，可能心里会承受不住，就像被抽走了精神支柱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妈妈甚至还想陪孩子上大学，因为她感觉自己就像退休了一样，突然之间自己没有价值了，那种失落感像潮水一样将他们淹没。听到这里，我真替这些妈妈们感到心疼，她们付出了那么多，却常常被社会忽视，甚至被自己的家人不理解。这些年来，我应该照顾了700-800个孩子了，就像园丁照料着一片片幼苗。以前每一届孩子走的时候，我都哭得跟泪人似的，就是我儿子上大学，我都没哭过，那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付出了很多，也知道他们很不容易，所以才会这么不舍。那种感情就像割舍不掉的亲情。其实我们作为陪读妈妈是一个生意，是一种工作，但朝夕相处的1年里，他们开心、伤心、迷茫的时候，都是我们陪着他，就会在情感上付出很多。那种陪伴超越了简单的雇佣关系，融入了妈妈的爱。有时候我觉得，在这些孩子面前，我才像个妈，天天看他们有没有穿够衣服，天冷了要加件外套，今天要下雨要带上雨伞。对我自己的孩子，我感觉我们之间只是朋友，更像2个独立的个体，互相尊重。以前我们学校有红榜，3年我没有去学校看过红榜。高考那天，
我也没有去学校门口送大巴车，就把行李箱给他送到宾馆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心里虽然不舍，但更多的是放手和祝福。孩子高3的时候，班主任说他太瘦了，让我搞点好的给他吃。我就觉得天天有肉吃有菜吃不就行了吗？但现在我看这么多家长天天水果不断，各种吃的不断，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真的有点粗糙。我有时候跟我儿子讲，我感觉自己以前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，都不知道怎么带孩子。他说我这样的妈妈挺好，他也不希望妈妈为了孩子变成了没有自我的妈妈。这话真是暖到我心坎里了。我记得当时我做保险的时候，他上高1，那时他就特别支持我，让我好好学，好好干。孩子高2的时候，班主任跟他沟通，意思是让我不要再去做业务了，也不要帮忙带别的孩子了，怕影响他的成绩。儿子回来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说如果觉得对你有影响，我可以不做。但儿子说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我们俩各自干好自己的事就好。那一刻，我真觉得我儿子长大了，他希望我活出自我，我一直觉得挺欣慰的。我的孩子还是希望我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而不是希望我做那种围着家庭转，围着孩子转，围着锅台转的妈妈。所以我也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，这真是我们母子之间最美的默契。这一份事业其实也相当于是我的第2个孩子，我也是一点一点教他成长起来的，就像培育一棵小树苗，看着它慢慢长大，开花结果。听少华姐的讲述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她说的放过孩子，放过自己这句话。2022年开始，随着托管规模慢慢做大，我就把重心放在托管上面，保险也就慢慢放下了，就像把精力集中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。全职做陪读妈妈之后，可以说我的人生价值重新有了一个定义。以前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现在我是孩子们的少妈妈，相对来说人生价值已经跟以前不在一条线上面，加上被很多家长认可，我本身也喜欢跟孩子打交道，这些都是让我做下去的动力，就像星星之火，点燃了我内心更深层次的热情。现在找我来托管的主要有3类家庭，有的是自己做生意，他们觉得损失一个人来陪读的代价肯定比找我们更大，就像把时间换成了金钱。第2类是单亲家庭，如果陪读就没人挣钱了，这都是生活所迫的无奈。还有一类是高中3年都由妈妈来陪，但母子关系一塌糊涂，2个一见面就掐那种，大人想让孩子改变一下，孩子也希望能够逃脱父母的控制，所以就选择来托管。其实很多孩子是愿意读书的，只是不愿意被家长太束缚，就像被捆绑的风筝，渴望自由飞翔。深夜陪读妈妈们通常要等孩子睡下才能休息，现在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都比较高，很多父母几乎把一生都奉献给孩子了，一心只想儿女生活得好，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，也没有想到除了物质，孩子需要精神上的滋养。这种爱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，一种压力，一种束缚，就像过量的水，反而会淹没幼苗。很多孩子到这儿来第1个月时，我们要一边哄家长，一边哄孩子。有的家长天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要我们随时给他发视频，还有的父亲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始终感觉还是襁褓中的婴儿，要是一天没看到没照顾就不放心。这需要我们不断开导安慰，慢慢让他们学会亲子分离，就像让孩子学着放手，让他们独立飞翔。我现在经常会跟父母讲，我们父母需要做自己，也让孩子做快乐的自己，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、人生遗憾嫁接在孩子的身上。我们生活在工业时代，孩子们现在生活在 AI 时代、智能时代，他们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发展，所以请放过孩子，也放过你自己，何苦呢？就像给孩子套上不合身的盔甲，不仅沉重，
还会束缚他们。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已经在改革了，可能未来10年、20年以后，孩子们就可以真的快乐的做自己了。只是这一代父母的观念还没有改变，就像旧思想的铁锁，还在紧紧束缚着。最后，少华姐的一番话，让我对高考、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其实对我来说，高不高考无所谓，因为我是个学渣，也没想过考什么大学。但对我们家庭来说，确实改变很大，就像给整个家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以前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他灌输一种理念，我们要么好好读书，上个好大学，要么学不好，那就好好学个技术，有个一技之长，能够养活自己，以后能够撑起一个家就行了。就像给他指明了2条路，都能通向幸福。我觉得高考对于我儿子来讲，意味着他可以真正有能力去选择走出这座大山，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，可以去追求他自己的人生梦想。如果没有高考，没有考上上海的985大学，只是高中毕业，他可能还会生活在农村，或者是生活在小县城，可能还是会延续着我们的命运，打苦工，就像被命运的齿轮推动着。虽然他在上海压力也很大，但心理上总感觉跟我们在工地上干着苦力活不一样。而且在农村，你家出了个大学生，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在别人的眼里，你的家族肯定都不一样了，就像给整个家族镀上了一层金光。虽然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能力，什么时候觉醒都不迟，但是这个时代这么卷，你不卷也得卷。只有通过读书，通过高考，才有机会让你走进大企业、大公司，走向这种公务员岗位，或者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就像搭上了时代的快车，才能跑得更快更远。所以在社会价值层面，我觉得一个家庭如果想要改变命运的话，确实还是需要通过高考这条路径。有资本的家庭不用说，它可以有很多路径，但是我们普通家庭，特别是农村家庭，真的只有高考这一条路，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，虽然崎岖，却是唯一的希望。很多人都说孩子来毛毯厂只看到长成绩，但我感觉其实还会让孩子多了许多人生的历练，真正的成长。这种改变的意义，我觉得远大于分数本身，就像一块璞玉，经过雕琢，才能绽放出夺目的光芒。很多毕了业的孩子都非常怀念毛毯厂，虽然在这里学习也很辛苦很累，但是他们感觉到很充实，学习就行，不用考虑其他问题。但读了大学，走上工作岗位，就再也没有机会让你只做一件事情了，就像离开了象牙塔，要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。对我来说，看着孩子们在成长，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在成长。我从来没有后悔成为陪读妈妈，只是过几年我可能又想做下一个事业，比如通过自媒体去做家庭教育，去改变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，让更多的妈妈知道该怎么去做，就像点亮一盏盏明灯，照亮更多家庭的未来。听完少华姐的故事，我心里充满了敬佩。她的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奋斗、付出和成长。这让我思考，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高考这条路，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，它的意义真的仅仅是那一张录取通知书吗？也许它更像是一场磨砺，一次蜕变，让孩子们在汗水和泪水中学会独立思考，学会承担责任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。朋友们，听了少华姐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在你的成长道路上，有没有遇到过像少华姐这样默默付出，给你带来深刻影响的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聊聊教育，聊聊人生，聊聊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妈妈们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